大家好，我是赵硕，今天是4月30号。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米兰遗址附近，前面2公里的地方就是米兰遗址。这个地方就是15号悟空出事的地方，当时发现悟空尸体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悟空是15号下午出的事，到今天整整半个月了。23号我在阿勒泰那边埋葬悟空的时候，我是打算将悟空出事前后的这些细节等到2、3年之后再公布。因为前几天的时候我一直以为悟空是出的车祸，因为我发现他的这个尸体的地方是在这一段的废弃国道上。但是这几天悟空出事前后的一系列细节，还有我之后给他尸体做的 X 光和 CT， 疑点重重。而且整个这一段废弃国道这个监控没有，游客中心的监控也是坏的，所以现在悟空具体是怎么死的，它的细节真相我无从得知。所以这种情况下也就不涉及到有无辜者被网暴了，所以我决定将悟空出事前后的一些细节发布出来。旁边就是高速，这一段国道前面不远处就是左拐去米兰遗址、米兰古城，然后这个国道再往前就成断头路了，所以这一段没有监控。今天发这个视频呢，并不是为了网暴谁或者追究谁的责任，仅仅只是陈述悟空出事前后的一些细节。我也很想知道真相，但是没有监控，似乎一切都没有办法了。在这里给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做一个提醒吧，就永远不要盲目相信任何的人和事物，尤其是网络上的所谓的一些媒体。悟空15号下午出的事，16号凌晨1点钟的时候，我发视频，我说悟空出事故了，当时我以为是车祸嘛。然后16号当天中午应该是2点多的时候，我是后来看了一下九派新闻的那个新闻发布时间，2点多，他竟然就发布了很详细的一个新闻，说什么？我看他是怎么说的。九派新闻这个新闻发布于4月16号的14点04分，他说的还有鼻子有眼的。有的场面了，哪里来的小猫咪啊？怎么样？说什么警方回应猫钻到车底，车主开车时不慎碰到，猫主人已谅解。我就感觉很奇怪吧，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搞清楚悟空到底是怎么死亡的一个具体细节。他在16号的时候竟然都已经详细到我和车主达成谅解了，车主是谁呀？我都不知道呢。很恐怖啊，细思极恐。记者黄巧文，这也算规模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媒体了，真的就是明目张胆的造谣、新闻作假，难以想象。前天也就28号的时候，我专门去县里面的城镇派出所，我问了一下警察，警察说当天晚上就连他们也不清楚这个事故的具体细节啊，而且就算他们知道一些细节，就从我这里了解到一些细节，也不可能将这个透露给记者啊！我的天哪！所以网络上真真假假，不要盲目相信任何的人和媒体。这个地方就是米兰遗址游客中心这儿，那个是游客服务中心，然后中间这相当于一个广场一样，然后有好几溜的停车位，然后那边还有一个米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展馆，然后那边是卫生间。我当时是14号晚上来的这儿，14号晚上半睡半醒，睡在那儿没睡好，所以15号的时候我就一直睡懒觉，一直睡到下午的3点钟才起床。下午3点钟起床，我从那个小碉堡那儿起来，然后过去上卫生间。当时我还带着小猫呢，还有一个小猫
拍了3段视频片段。臭米，有点疯狂蹭土啊！你身上屁虫我都给你拔了，莫非还在那些隐秘的角落还有屁虫吗？臭小子！臭米的拉屎时刻。现在是4月15号的下午6点多，悟空这臭小子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我看了一下他这个定位器上面显示的这个轨迹图，他今天一天你看都在我现在待这个游客中心附近这儿，然后最后的几个活动点他竟然跑到南边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去了，丁字路口那儿去了。那个地方离这儿有将近2公里呢，臭小子跑有点远，有点不放心，过去看一看。悟空现在用的这个定位器还是比较准的，基本上定位误差在50米范围内。然后它大概是每5分钟它会刷新一次那个定位，所以这一下窜出去将近2公里，确实有点远了。白天的时候，他就一直在这游客中心附近这到处玩。去丁字路口这一段全是大沙滩呀，跑的也太远了。这一段路这么荒凉，这臭小子跑这么远，他就算跑的话，也应该往北边那边。北边那边有镇子，西北方向那边有镇子有村子，他也不应该往国道这边跑呀。这边荒凉的啥东西都没有。这就到丁字路口了。让我看看这臭小子跑哪儿去了。跟前啥也没有啊，连个遮凉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任何掩蔽物。为什么定位器会显示在这丁字路口附近呢？悟空，路上这会儿一辆车都没有，跟前的高速上车来车往倒是挺多。看这个定位的话，它在丁字路口的西边一小段，还得往那边走走。哦，西边一小段那边好像有个小桥洞，估计是桥洞点的。天哪！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悟空，哎呦，天哪！哎，怎么
么是这样的？哎，让你臭小子乱跑！哎，吃吧，手机带回去，放到篮子里。做好了啊！因为下午3点多的时候，他都还在游客中心那附近玩，一直在那附近玩。这周围很荒凉，我没有想到他要跑到这儿来。昨天晚上悟空也是出去玩了一晚上，但他活动轨迹也基本上就是在游客中心的跟前，因为这游客中心周围都很荒凉，除了西北方向看着有一些绿色，因为那边有镇子。他下午这会儿为什么要往路边跑啊？这南边只有国道、高速，再然后就是荒无人烟的沙漠了。他哪怕跑到镇上去都可以呀，为什么往这路上跑呢？世事无常啊！
撞了。那边国道上。出门我检查了一下，没有明显的皮外伤，眼睛也没有出血，鼻子、嘴巴都没有出血。然后看了一下它的爪子，它4个爪子磨损非常厉害，爪子的尖儿都磨没了。你看这个爪子都磨的都分叉了，这个爪子也是，后爪也是，这个爪子磨损很厉害。尤其是这个左后爪磨得非常厉害，而且下午我发现它的时候，它那个牵引绳前面脖子上那扣子是解开的。我初步估计它应该是在这游客中心附近钻到停车场的某个车底下去了，然后车辆发动将它带到那边路上。它在中途某个地方它掉下来了，也有可能是怎么挣扎。哇塞，沙漠中的小蜥蜴，哎呦，它脑袋是淡绿色的，超可爱。嘿，行，快走吧。这是送臭喵去找冰箱。到达米兰镇36团，路上的这个彩灯。自行车我存在这附近了，给悟空装进这盒子里面，得赶紧去县里面找冰箱。给悟空装到这个袋子里，给臭喵暂时先放在这个冰箱里。在县里面这边遇到一位朋友，找了一个冰箱，把臭喵给放起来了。接下来我得网购一个车载冰箱，等车载冰箱到了以后，用车载冰箱，然后租个车，带臭喵回喀纳斯。现在是4月18号的中午12点半。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米兰镇附近，这个是位于米兰遗址南边的这个3岔路口往西200米的位置。15号下午的时候，悟空就是在这儿出的事。他当时
我发现它的位置就是在这里，就在这个地方躺着。当时是头朝北，尾巴朝南，脚朝西，侧躺在地上。实话，下午出事以后，我懵了好久。后来晚上10点多，忙着给雏苗找冰箱，在镇上找不到，后来又去县里面给悟空找冰箱。后来找到冰箱以后，给它冻起来了。16号缓了一天，17号昨天刮沙尘暴，县里面8级大风。今天我租了一辆皮卡，回到这个地方，我想看去游客中心看一下监控。现在是中午的3点钟，刚才跟着这边游客中心的负责人去监控室看了一下，但是监控画面调不出来，什么都没有，所有的摄像头都是空白的，没有任何记录。我为什么今天特意要来这个地方看监控呢？因为悟空出事前后的一系列有许多可疑的点，我理解不了。如果是我亲眼看着他是怎么出事的，那我就不纠结了，我也就接受了。但是他这几个因素让我感觉有些自相矛盾的好几个点。来的时候我还没太注意，因为我正常见到那种监控的话都是比较高大的嘛。这会儿来到这岔路口这儿，我才发现这原来有个监控。不知道这个监控能不能好不好使啊？这有联系电话，一会儿打电话联系一下。杭金石料厂，小猫就在岔路口前面200米，是我发现的位置。像我带着小猫一路上骑行的话，其实风险非常的多，许多的风险，我有时候我经常都会设想，万一哪天发生意外，我该怎么办？悟空如果真的是意外出车祸，被撞击、被碾压，或者高空坠落，或者误食老鼠药，或者被野狗咬死，这些情况我都可以接受。它是一个确切的意外，但是目前的情况就是，它具体怎么死的，这个细节我无从得知，这个我真的就很难以接受啊。整个悟空出事前后有很多细节，有很多疑点。首先第一个，你看我住的这个地方，游客中心附近，距离我捡到悟空尸体那个地方过去2公里多，2公里之外的3岔路口往西200米处，悟空平时都很乖的，就他虽然也顽皮，但是他就是围绕着我露营的这一圈几百米范围内在玩，他不会平白无故的，这中间还隔着全沙漠公路，很荒凉，他为什么跑到那儿去呢？他就算跑，他也应该往西北方向，那边有个镇子叫米兰镇，应该往那边跑，那边人烟比较多。这是第一个很奇怪的点。第二个就是猫咪的那个定位器的后台数据，后来我问了一下那个定位器的厂家，给我提供那后台数据，最后一次刷新在游客中心这边是4点10分，然后等到下一次刷新就直接刷新到了我发现他尸体那个地方4点半，中间间隔了20分钟，这个也很不正常。因为那个定位器有信号的情况下，猫咪在活动的情况下，它都是2-3分钟或者5分钟刷新一次，不可能说间隔20分钟才刷新，而且中间这一路它直接是2个点跳过去的，中间这2公里没有刷新新的点，这是第二个奇怪的点。第三个点是我发现猫咪的时候，猫咪的状态，猫咪的遗体非常的完整，没有任何的血，然后没有任何明显的外伤，也没有一些腿脚骨折呀，一些明显的一些外伤。然后第四个点就是当天15号晚上应该是9点多的时候，我检查猫咪的遗体，它的4个爪子的指甲磨损都很严重，但是肉垫是好的。
第5个点，9点多，将近10点钟的时候，我骑自行车收拾完行李，把猫咪带上自行车离开这儿的时候，那时候猫咪口鼻都没有流血。到晚上凌晨2点钟，将近2点钟，我到达若羌县城，我给猫咪找好冰箱，准备将它放进冰箱的时候，我打开白布一看，它的口鼻里面流出来很多血，而且那个血液是不凝固的一个状态，滴答滴答。再然后就是20号，我带着猫在乌鲁木齐，我去了3家不同的宠物医院，做了2个 X 光，1个 CT， 然后结果显示猫咪的那个全身的骨骼和主要内脏是完好的，没有明显的伤，骨骼一点伤都没有，所以这个就可以完全排除掉猫咪的车辆撞击或者车辆碾压以及高空坠落，这些就可以完全排除掉了。当时3家宠物医院的宠物医生听我描述了猫咪口鼻流血那个症状以后，判断都比较一致，他说这个很符合猫咪中毒的一个症状。后来我也查了一下资料，这个老鼠药里面很重要的一类，它就是抗凝血类的那个老鼠药，它的功能就是让这个老鼠这个内脏出血，止不了血。再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20号我在乌鲁木齐做的 X 光以及 CT 的结果，显示猫咪的胃里面有明显的管状骨质异物，也就是它还没有消化的食物碎屑。因为14号晚上我给它喂完牛肉之后，一直到第2天它出事了，我再没有给它喂吃的，更没有给它喂带骨头的那种食物。再捋一下15号当天出事前后的一些细节。下午的3点钟，我去上卫生间，当然带着小猫。上卫生间的时候，小猫陪着我。上完卫生间，我出来回到我露营的地方。小猫当时在卫生间这边玩，它不回来。然后过了一会儿，我说它不回来，然后我又返回卫生间，我把小猫抱着从这儿走。抱着它，我大概就走到这个位置，然后我就给它放下来，我想让它接着跟着我走。当时在这个地方我还遇见一个骑摩旅的一个博主，那个博主抱着一只小狗，我当时还和那个摩旅博主对视了一眼，不过没说话。然后放这儿，小猫它就在这玩，它也不愿意回去，它就在这搁浅玩。然后我就回去拿小猫的定位器去了，拿了定位器过来以后，在这草坪这一块，我给小猫穿牵引绳，又穿了好几分钟，因为它不愿意穿嘛。然后我把那个小猫的定位器从我露营那个地方拿出来，一直到给小猫穿上，然后定位器就正常开始刷新了嘛。当时4点、02、03、05、10都是正常刷新的。然后4点07分的时候，我拿手机还在这儿拍了一个照片。再然后我就进到游客中心里面去了，当时小猫就在外面这广场这里玩耍。我当时进去的时候，因为隔着玻璃门嘛，小猫本来它想跟着我往进走，但是我没让它进去，因为我怕它进到博物馆里面给人家把博物馆搞脏了，或者给人家啥东西搞坏了。然后进到博物馆游客中心这个大厅以后，我在这转了转，拍了几张照片，像那个胭脂山、黑毒山、翡翠湖，还有什么艾肯泉，拍了3张照片好像是。然后当时这个前台那儿坐着薛大哥，还有这游客中心负责人嘛，我还和他在那聊天，就是问这个从若羌这边去青海茫崖那边那个路怎么走，聊了好一会儿。聊完之后，再然后我就去对面的米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展馆，去那个里面转了转。然后前2天来，我看了一下那个展馆进入那个登记本，当时我进入的时候登记时间是4点25分，然后在那个里面转，拍了大概有8、9张照片，可能转了10几20分钟吧。转完之后，然后我就回我那个小碉堡，我回去休息、做饭、吃饭，一直等到下午的6点多，
吃完饭之后，哎，我就说怎么小猫出去玩这么久还不回来？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定位器，哎呦，我一看不妙，怎么一下刷新刷到国道那边去了？我就赶紧骑自行车过去找。然后在三岔路口那边，以西200米的地方，发现小猫的时候，那会儿是7点04分，那会儿小猫尸体已经僵硬了。再然后，我骑着自行车把它载回来了，载回来一只。哎呀，那会儿脑袋都是懵的，我蒙着一直等到太阳落山。我在想这个小猫尸体该怎么办，是埋在哪儿呢？后来我决定要给它带回阿勒泰，去给它安葬。我想着天气这么热，得赶紧找冰箱，然后就收拾行李，带着小猫，拿那个小碉堡里面门口有一块白布，拿那个白布把小猫裹起来，放到自行车那篮子里。去镇上找冰箱，找不到。再然后在镇上，我把自行车和行李寄存到跟前，然后搭了个车去县里面找冰箱。到县里面的时候应该是1点钟。为什么当时1点钟要发那个视频呢？因为我之前不是发了一个求助视频吗？我着急着找冰箱，我只能求助于网友了。然后发那个视频以后，好多网友以为是我遇到了事故，然后都好多人艾特咱们若羌县这边的公安，然后公安以为我出事故了，所以就赶紧联系我说你个人没事吧？我说我个人没事，我说小猫出事故了。他说那你赶紧露个脸，辟个谣，不然的话这个舆论发酵不太好，大家都以为你出安全事故了。所以1点钟到若羌县以后，匆匆忙忙拍了一个露脸视频，相当于证明我是安全的。然后一直到1点多将近2点的时候，终于是找到冰箱，给悟空放到冰箱里冻起来了。然后我在网上下单了一个车载冰箱，因为没有车载冰箱的话，这往阿勒泰没法走，公共交通那是不可能的。然后16号缓了一天，17号沙尘暴，县城里面都7、8级大风。18号的时候，我租了一辆皮卡，重新回到这个景区，我想看监控，但当时监控一片空白，就游客中心那个监控，不管是室内的还是室外的，都是一片空白，什么内容也没有。然后19号，我就租的车，当时托在县里面的一个悟空的粉丝给找的泡沫箱子，泡沫箱子里面放的那个冰块、冰袋还有冰水，和悟空的遗体放在一起。19号早上我就出发，租的车前往库尔勒，中午到库尔勒，晚上到乌鲁木齐。然后20号的时候在乌鲁木齐那边修车以及给悟空的遗体做 X 光 CT。21号到达布尔津，22号休息了一天，23号最后到达安葬悟空的地方。安葬完悟空以后，就直接返回，当天晚上23号晚上就返回乌鲁木齐了。然后24号到达库尔勒，然后25号下午、中午和下午将刘大哥和小易送走之后，我就继续取车回到了若羌县。26号我又回到这米兰只回来了一次，米兰一直回来了一次，当时监控也是没修好。当时来了修监控的技术人员，但是修了半天就是能显示了，但是内容依然是空的，相当于之前一直是故障没录到嘛。然后28号也就是前天我又回来了一次，在那个附近这跟前不是没监控嘛，我就去看3岔路口那附近有没有监控，最后一直跑到距离好几公里之外的那个服务区，米兰服务区，在那边调监控。后来好不容易调到一个角度能拍到一点的，但是距离太远了，他那个监控里面拍到那一点点画面非常的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没有监控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当时在乌鲁木齐那3家宠物医院，3个宠物医生看那个 X 光以及 CT 的时候，都说悟空的内脏基本上是完好的，也可以排除掉悟空是因为窒息而亡，这种可能性也可以排除了。所以最后再结合悟空口鼻流血那个症状来看的话，那悟空很大的可能性就是中毒而亡。
但这个中毒又是怎么中的呢？问了一下游客中心这边，也没有老鼠药。百思不得其解。其实悟空出意外，我真的可以接受，但是他这不明不白的死掉，而且疑点重重，遥遥无期的真相。我还想起来一个奇怪的点，那就是当时我发现悟空尸体的时候，他那个弓字形牵引绳脖子上那个扣是解开的，这也很奇怪。因为我给悟空做这个牵引绳，他脖子上这个扣非常结实的，猫咪自己是解不开的，只有人才能解开。而且还有一个点呢，就是当时发现悟空的时候，悟空尸体在的那个位置，以及悟空的侧躺的姿态也有一点奇怪。正常来说，如果是被车带过去的话，他应该是在同向的车道上，但是发现悟空遗体的地方却是在逆行的车道上啊，对向的车道上。幸好那一段路，那段国道废弃了，没有什么车。如果车比较多的话，那估计遗体就被压得面目全非了。刚才问了一下游客中心的负责人，那个薛大哥，他说这个监控今天技术人员还没来，可能一会儿能来吧，还是抱有一丝希望，看到时候能不能把那边还有那边有2个室外的高处的监控，看能不能修好。如果能修好的话，不知道能不能看到15号当天的录像。要是这个监控也修不好，看不到的话，那悟空的死真的就成了一个未解之谜了。这个3岔路口距离米兰遗址游客中心2公里，这废弃的这一段国道没有任何的监控。那个地方高速边上有个监控，但那个监控我刚刚去看了，那摄像头都是往东边拍的，往那边拍的，拍不到这个方向。哇塞，那边起龙卷风了，卷着沙子满天飞。然后整个这从西往东这3、4公里长的这一段废弃国道，路上没有任何的监控。然后那边有个米兰服务区，距离这儿可能有将近2公里。28号的时候，我去那服务区里面调监控，那个监控也是太远了，模糊的看不清。然后这个岔路口这儿，在这沙地上，本来18号的时候我开皮卡过来的时候，在这看到有一个蓝牌子，写着什么什么砂石场，上面联系电话，还有一个监控，那个监控正好就是对着悟空出事那个地点。但是等我26号再回来的时候，他那个牌子就没了，就很奇怪。还有一个奇怪的点就是悟空的定位器，他定位器当时你看从4点10分到4点半，直接从游客中心跳到了3岔路口这个地方，而且中间没有更新，间隔了20分钟。后来我带着悟空的尸体从这个地方骑自行车回去的时候，这一段2公里的路是正常刷新的，刷新了2、3个点的。也就是说，悟空绝对不是自己带着定位器自己跑过来的，他是被车给拉过来的，很有可能。你说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地方出了这样的事，监控也没有，距离还2公里之外，
悟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真的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我宁愿他是因为我的失误，我把他害死。哦，好歹我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呀。结果他现在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成一桩疑案。发这个视频的目的呢，好像倒也没啥。发或不发，它都是个疑案。但是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希望吧。要是能有当天的15号那天春苗出事那段时间段，4点到下午5、6点那个时间段，来米兰遗址游玩的人刷到这个视频，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吧。不然真的就是千古疑案了。这是回若羌县城了，明后天再等一等消息，看能不能等到监控修好的消息。等不到的话，就准备离开新疆前往青海了。回去把租的车给还了。